男人每天都买一张车票，可他却从不坐飞机，而是焦急地坐在大厅看电视。直到这天，在看到电视主持人睡着，顿时坐不住了，便立即来到登机口，却看到保安都配上了武器，于是快速走到保安面前，一拳把他打倒，趁机夺过武器，穿过密集的人群，向停机坪跑去。这时，空姐听到外面的骚乱，出来查看，发现持枪男人正在跑来，吓得她连忙关闭舱门，可为时已晚，被赶来的男人用枪口挡住。尽管她拼尽全力，也未能阻止男人进入。男人进来后却说是来帮忙的，并威胁空姐赶紧关门。迫于威胁，空姐只能照做。紧接着，他就闯进驾驶室，要求机长快点起飞。机长让他冷静。于是男人强压下内心的焦虑，心平气和地跟他说道：“如果我们在日出前不离开，所有人都会死。”突然传来敲门声，机长见状立即抢夺武器。没想到右手被打伤，可疼的却是眼睛。男人要求机长马上起飞，可他因为手掌受伤，无法独自操控飞机，而副机长不知去了哪里，于是只能来到机舱询问谁会开飞机，却没人回应。男人心也随之跌入谷底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举起手说道：“她会开直升机。”这时只能飞机当活马医。看到他们进入驾驶室后，空姐立即安抚乘客，让众人系好安全带。与此同时，疏散完乘客的副机长看到飞机开始移动，见过不等乘客的，这辈子都没见过不等驾驶员的。飞机启动后，男人看到机长还想拖延，于是拿枪对准女孩，威胁机长再不起飞，就让他知道花为什么那么红。迫于无奈，机长只能教导女孩操控飞机起飞。飞机起飞后，他要求一直往西飞。待平稳后，机长问他日出死亡代表什么意思。男人告诉二人，他是一名北约上校，无意中听到高层的机密，太阳发生变异，凡是被照射到的生物都会死亡，躲在建筑中也没用。起初他也不信，可就在看到电视上所有人都突然倒地后，就深信不疑，所以一直要往西飞行，与太阳赛跑。现在只要上网就能看到，可这架客机网络出现故障，消息无法得到证实。看到二人还是不信，于是他也不再多言，反正这架飞机已经被他控制。这时机长因为手部受伤，疼痛难忍，露西回到机舱寻找医生，经过询问后却没找到医生，只有一名实习兽医。机长很荣幸成为他第一个病人，没想到黑姐竟不给机长处理伤口，而是跟他眉来眼去。少校看到后警告他们别耍花样，自己知道方向。机长答应了，但作为交换条件，他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乘客，避免造成恐慌。随后机长通过广播通知乘客，目的地改为冰岛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一位母亲激动起来，因为她的孩子患有先天疾病，在莫斯科有一场很重要的手术。由于少校答应了机长保密，只能举枪威胁这位母亲，可她并不害怕。眼看双方即将发生冲突，一声突如其来的惨叫把他们打断。原来飞机上没有针线，只能用古老的灼烧方法为机长处理伤口，防止感染。但就在这时，意外再次发生，一名乘客突发疾病，呼吸困难。小胡子假意上前帮忙，实则趁机抢夺上校手中的武器，然后让他说出太阳死亡是什么意思。可他碍于面子拒绝回答，于是小胡子气急败坏之下，让空姐把他关进厕所。随后小胡子要求机长说出实情，而机长认为男人精神不正常，害怕他做出过激行为，为了众人的安全，才按照他的要求飞行。看到机长不像撒谎，于是把武器交给他。不久后，飞机抵达冰岛上空，就在机长准备降落时，惊恐地看到下面火光冲天，人们激烈地抢夺飞机，显然这里不能降落。这时他发现，原来少校说的竟然是真的，于是连忙打开厕所门，放出被关起来的少校。紧接着，机长把刚才看到的场景告诉他。少校说道：“这个世界遭受到了末日危机，必须往西飞躲避太阳。如果被阳光照射到，所有人都会死亡。”但就在这时，艾丽带来一个坏消息，飞机燃油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机场，而最近的机场却在东边。少校听到后还想拒绝，机长直接让他闭嘴。如果飞机在燃油耗完时没有抵达机场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现在抓紧时间，还能博得一线生机。在警告少校后，直接回到驾驶室。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信徒开始祷告，网红给粉丝录制遗言，空少担心家中的妻子，给妻子发送消息。而此时，突发疾病的乘客也停止了呼吸，机械师从他口中隐约听到“钻石”两个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久后，飞机到达机场上空，没想到降落时发生意外，飞机一侧引擎出现故障。男人惊恐地发现，飞机玻璃上出现裂痕。可为时已晚，机舱内严重失压，应急面罩直接脱落，所有物品都被吸飞出去。小胡子被吹得在地上滑行，还好同伴发现及时，把他拉回座椅上。在这危急时刻，空少拿起一块铁板挡住破碎的窗户，
这才化解危机。就在母亲准备给孩子戴上呼吸机时，发现连接呼吸机的管子也被吹了出去，于是只能教导男孩调整呼吸，却没什么效果。眼看男孩随时可能出现危险，小胡子立即剪下一节管子，然后用刀在上面扎2个洞，随后用胶带粘住一头，紧接着连接到呼吸机上。在看到有效果后，母亲才放下心来。原来这是一架末日航班，由于太阳发生变异，他们必须一直往西飞行，否则所有人都会死亡，就连躲在建筑物中都没用。不久之前，他们降落到机场补给时，看到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众人立即警惕，害怕对方是来抢夺飞机的。当看到车上走下的是军人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经过了解后得知，他们知道末日消息后，在附近疏散民众的英国军人却不慎与大部队失联，被遗落在这里。几人分别是飞行员、机械师与电子维修师，恰好正是他们所缺人员。于是机长决定带他们一起离开。可就在网络修好后，小胡子找到艾丽，告诉他一个不为人知的消息：原来那3名军人是假冒的，实际上是面临死刑的强奸犯与杀人犯。就在他们交谈时，突然一人闯入，还好并未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，在拿了一瓶娃哈哈后就离开了。随后小胡子告诉艾丽想要抛弃他们，可艾丽却于心不忍，直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才让他下定决心。瘦子偷拿网红的香槟，并不顾他的阻拦直接打开，老人误以为是有人开枪，受到惊吓后拉动飞机舱门。瘦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却不料大爷撞到另一侧当场死亡。就在艾丽准备上前查看时，他却直接拿出了武器，还好同伴赶来及时劝阻。于是艾丽趁着给机长换药时，把3人的身份以及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告诉机长，却不料他们的交谈引起开飞机男人的注意。还好艾丽反应及时，以不懂英语的医疗术语为由搪塞过去。经过了解后，机长决定在到达机场补给时趁机甩掉几人。于是到达机场后，机长以其他人看不懂英语路标为由，让3人一起寻找无线电，可他们却要求空少一同前往。由于他不懂英语，便让空姐跟随翻译，可空姐并不知道众人的计划。艾丽想要代替，却被他们拒绝，害怕说太多引起怀疑，于是只能同意。几人走后，机长把3人的事情告诉大家，以免出现意外。不久后，空少带几人到达便利店，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把无线电藏进包中，然后哄骗3人进入储藏室寻找。当3人进去后，快速锁门，然后拉着空姐离开，却不料被他拒绝，于是只能连忙把3人的身份告诉他，可他却表示怀疑。眼看3人即将破门而出，无奈空少只能独自离开。很快3人出来后，并未理会呆愣的空姐，而是直接追了出去。在看到空少已经开车逃离后，气急败坏的几人连忙上车追赶。当空姐反应过来后，为时已晚。很快空少赶回机场，告诉众人空姐没有跟上，而3人很快就会追来，于是他们只能抛弃空姐。当几人赶来后，看到正在起飞的飞机，愤怒地连开数枪，这可吓坏了机舱内众人。好在有惊无险成功起飞，但就在这时，飞机故障灯突然亮起，于是机长让艾丽翻找说明书寻找原因，然而问题还没找到，故障灯就又熄灭了。机长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事情，母亲在男人面前撩开衣服，露出肚子上的疤痕。她并不是诱惑男人，而是为了在前往避难所时，希望男人帮忙照顾儿子。因为她之前为了给儿子筹集手术费，以1500块高价卖掉了一个腰子，害怕自己体力跟不上。在得到男人的承诺后，她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，只因现在是末世，凡是被照射到的生物全都会死去，躲在建筑物中都没用。不久后，众人到达机场，此时离天亮仅有34分钟，而他们距离避难所还有30公里。于是由艾丽与小胡子开车，众人分别乘坐2辆汽车前往避难所。没想到刚拐个弯，艾丽就发现后面几人没有跟上，由于时间紧迫，他们只能先行前往。殊不知，后面开车的小胡子因为头部受伤失血过多，导致意识出现问题，汽车失去控制，撞在路边，损毁严重。于是几人只能弃车徒步前往避难所。而另一边，艾丽几人穿过大门后，却发现大门竟自动关闭。于是几人连忙下车想要阻止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老黑刚触碰到围栏就被电流击飞，没想到围栏竟接上了电网。就在几人焦急的不知怎么办时，还好机长看到一旁的开关，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只要松开门就会再次关闭。这时少校决定留下，为后面的同伴开门，可艾丽担心还没等到同伴到来，他就会离开，于是直接把他锁了起来，并把钥匙扔到另一侧，只有等同伴到来后才能给他解锁。纵使少校如何解释，可艾丽也不相信他。与此同时，徒步前往避难所的几人却不慎来到紧锁的后门，这时在寻找其他入口，显然时间已经来不及。于是几人准备翻过围墙，没想到却被寡姐阻止，因为他看到警示牌上赫然写有禁止攀爬，墙上有电，显然翻墙是行不通了。
就在众人陷入绝望之时，一名队员说道：“他被电死的师傅曾经说过，只要站在不导电的物品上，在不触碰相反电路时，双脚同时接触一路，就可以安全爬过围墙。”于是几人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把衣服挂在围栏上方，然后把轮胎垫在下面。当看到电工跳上栏杆后，并未遭到电击，众人才放下心来，于是连忙照做翻过护栏。而此时艾丽几人已到达避难所大门，可肛门却被锁住，几人只能尝试破门。还好在他们不断努力下，肛门被成功打开。在队友进去后，艾丽决定回去接应其他人，而此时距离天亮仅剩3分27秒，还好队友及时赶来，于是众人连忙顺着通道前往地下避难所。当几人到达地下后，没想到迎接众人的却是少校的手下。在他们询问少校时，艾丽却撒了谎。而此时少校还被锁在大门处，任凭他怎么努力都拿不到钥匙，于是拿起石头用力砸手铐，却依然没用。他原本是最年轻的少校，年少多金，美女环绕，一时风光无限，可如今却只能独自等待死亡降临。Ублюдки.